在职场打滚这么久的你，有听过劳动契约的定义吗？依照劳基法的相关规定，劳动契约指的是约定劳雇关系而具有从属性的契约。虽然我们通常会希望劳资关系是处于对等的状态之下来进行协商或是谈判，不过现实是一般的劳工其实还是需要服从雇主的合理指挥监督，并且在一定的情况之下，可能会需要接受惩戒或其他相关的处分。这是劳资关系中所必定存在的现实，所以实际上劳工跟雇主之间其实是一种具有从属性上对下的关系。我们过去所撰写的文章或是拍过的影片，有很多都是在分享身为老板所应该要遵守的相关规定。可是你知道吗？其实法令中也有相对较少部分的规范，有明定的劳工所应该要遵守的义务。所以这支影片就希望带大家快速了解一下，身为员工需要遵守哪些的法定义务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虽然我们单看劳基法或是施行细则之中，没有看到有明文规范劳工应该要遵循的义务，可是其实在其他的法令规定解释令或是像个案的判决之中，还是有提到一些劳方所应该要遵守的义务。因此呢，劳工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其实还是要注意这些相关的规定，否则雇主其实是有合法惩戒的权利的，甚至在少部分的规定对于劳工还是会有相对应的罚则哦。我们通常讲到劳工所要遵循的义务时首先大多会提到的是有关于职业安全卫生法的规定，主要就是明文规定劳工应该要接受体检以及健检，并且接受职安教育训练以及遵守职安工作守则的规范。第一个呢是体检跟健检的部分，身为劳工的各位应该都有做过吧？其实只要到一般的医院或是诊所所附设的健检中心，表明说要做劳工的体检或健检，他们通常就会直接协助安排去执行符合劳工健康保护规则所规定的检查项目了。不过这边提到的体检跟健检又有什么差别呢？体检的完整名称是体格检查，法令是规定雇主在雇用劳工的时候就应该要让员工进行体检。不过因为法规也没有强制规定体检费用应该要由雇主负担，实务上大多会请劳工在报到的时候呢，就要携带体检的报告给雇主，来去符合相关的法令规定。健检呢，则是针对在职人员所实施的定期健康检查，这部分的费用就应该要由雇主负担的，并且应该要依照员工的年纪去定期实施检查。假如是在特定作业场所工作的劳工，雇主还需要帮他们安排1年1次的特殊健康检查。由于在职安法第20条第6项有明定，劳工对于体检跟健检也是有接受的义务的，因此员工无故拒绝的话，其实雇主是可以向主管机关反映，劳工就可能会面临到3000元以下的罚锾，这可是少数可以对劳工开罚的条款呀。再来是依照职安法第32条的规定，明定雇主应该要对所有的工作者提供工作上所必要的职业安全卫生教育训练以及预防灾变的训练，并且对于操作危险性机械或设备等特殊作业的工作者，也要额外提供必要的安全卫生教育训练，防止这些灾害的发生。法令也是明定劳工对于职业安全卫生教育训练是有接受的义务的，如果拒绝不配合的话，同样也是会有罚则的哦。最后则是依照职安法第34条的规定，雇主应该要会同劳工代表去订定适合其需要的安全卫生工作守则，并且需要报劳动检查机构备查之后公开实施。这项法令也明文规定，劳工应该要确实遵行职安卫的相关工作守则，否则主管机关同样可以介入检查。虽然前面所提到的这些职安相关规定实务上有被裁罚的劳工个案应该不算多见不过以上的这些义务其实目的都是希望可以保障劳工的职业安全卫生，希望也可以借此来去降低职灾发生的几率。所以劳工最好还是配合办理啦，这个对于劳资双方来说其实都是好事的。接下来想来分享一下有关于民法所规定的相关义务。一般劳工受雇的时候与雇主缔结的劳动契约，其实本质上是民法所定的雇佣契约的其中一种类型。因此遇到部分的争议情形时我们通常也会参考民法的相关规定。在这边举出来2个比较值得注意的规范。第一个就是劳工未经雇主同意的话，是不可以让第三人来代服劳务的。白话点来说就是不能自作主张找其他人来帮自己代办依照民法第484条第1项规定，雇用人非经受雇人同意，不得将其劳务请求权让与第三人；受雇人非经雇用人同意，不得使第三人代服劳务。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劳务专属性。
如果劳资双方没有经过对方同意，就让劳工为其他人工作，或是呢劳工自己随便找其他人来代替自己工作，另外一方啊都可以依法来去终止契约的。过去就曾经有公司因为企业整并，要求员工从原本任职的公司法人调任到另外一家公司法人，结果劳资双方之间呢就因此而发生争议而对簿公堂。法院在这个判决中就有提到，各家公司是属于独立的法人。假如资方想要把劳工调动到另外一家公司，导致员工的雇主变动的话，这样就属于劳务请求权的让与。原本的雇主呢，就需要取得劳工的同意才可以实行。再来是依照民法第485条的规定，劳工不能明示或暗示自己有实际上不具备的特种技能。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发生而被雇主发现的话，其实老板是有权利可以直接终止契约的。不过本条的规定其实是在民国18年就已经立法了，实务上应该会比较少用得到。如果劳工有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大多我们都会参照劳基法第12条第1项第1款的规定，也就是当劳工在订定劳动契约的时候，有虚伪的意思表示，使雇主误信而受有损害的时候雇主就可以在知悉这个情形的30天以内，不经预告终止劳动契约，也就是直接可以开除员工啦。总之呢，前面提到的这些民法规定，劳方所要遵守的义务，就是不能在未经雇主同意的情况之下找人代服劳务，也不可以谎称自己有特定的技能呢，而使雇主误信，否则不管是哪一个情况，雇主都可以依法去终止劳动契约。再来想要分享的是有关于劳资争议处理法的相关规定，也就是发生劳资争议的时候劳工有不得违法罢工以及出席调解会议的义务。有些劳资争议事件其实只要劳资双方冷静坐下来谈判，或许就可以不用透过诉讼程序来解决争议。政府为了提供一个可以处理劳资争议稳定劳动关系的机制，早在民国17年的时候就已经制定了劳资争议处理法。历经数次的修法之后，目前劳资双方遇到争议的时候，可以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之下，请主管机关透过调解、仲裁或裁决的方式来解决争议。依照劳资争议处理法第8条的规定，当劳资争议在调解、仲裁或裁决期间的时候，劳工不可以因为该劳资争议事件而有罢工或是有其他的争议行为，像是怠工、设置纠察线或是杯葛等等其他阻碍事业单位正常运行的行为。另外也补充一下，这边所提到的罢工，在法律上其实有一定的条件跟限制，可以参考劳资争议处理法的其他相关规定。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细节的话，其实也可以参考法律百科网站中所撰写过的相关文章其实法令会这样子规定无非就是希望劳资双方先冷静的试着透过法定的程序来解决歧义。真的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话，劳工再来考虑是否要透过罢工或是类似的方式来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不过如果劳工在调解、仲裁或裁决的期间之内，还没有等到结果出来就先进行了罢工或是争议行为的话，会怎么样呢？依照劳资争议处理法第62条第3项的规定，为了维持一定的秩序如果劳工有前面所提到的这些情形的时候呢，主管机关其实是可以对劳工处以新台币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锾。虽然金额不是算很高，但这个也是少数对于劳工有裁罚的规定。再来要提到的是劳资争议调解会出席的义务了。其实申请劳资争议调解并不只是劳方的权利，遇到特定的争议事件时，资方其实也可以主动提出调解的申请。但不管是哪一方提出调解另外一方就有出席会议进行协商的义务，否则就会让这一个争议处理的平台形同虚设了。因此依照劳资争议处理法第63条第3项的规定，劳资双方当事人如果没有正当理由就不依照通知出席调解会议的话，可以处新台币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锾。与其缴纳这个额外的罚款劳资双方不如就依照通知去出席会议，再来视个案的情况决定是不是要接受调解方案。除了法令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之外其实有些劳资争议的个案进入到诉讼的程序时，法院也会表态指出劳工有哪些应该要遵守的义务，通常都是在一般常理的情况之下，劳工受雇工作时所应该要遵循的原则。目的其实也是希望劳资双方可以在具有互信且合理对待的基础之下，减少发生争议的几率。举例来说过去就有某一间企业的程式设计工程师离职的时候没有依照规定提前预告，也没有确实办理好
交接的工作，导致公司需要额外再支付费用给其他公司来去完成特定的专案项目。因此呢，该公司就对这个工程师提起了诉讼，向该员工求偿57万多元的损失。法院在审酌了各项事证之后，虽然认为公司自己规定的离职预告期间比法令规定还长，因此而无效，但是也特别指出，劳工受雇的时候，除了要提供劳务之外，其实还需要遵守其他的义务，才有符合民法所定的诚实信用原则。法官在判决中有列举了非常多附随义务的例子，像是劳工具有保密义务、竞业禁止义务、兼差限制义务、不伤害企业的言论义务、禁止不当影响同事义务、报告义务、遵守劳动保护规范义务、工作障碍及危害通知义务等等。其中所提到的报告义务又包含了劳工在离职之后有配合办理移交手续的义务。假如劳工不愿意配合合理的交接工作的话，雇主就有权利依照法令的规定提出赔偿的诉求。像是在前面所提到的这个案例之中，资方有声明只是希望劳工说明清楚原本手边进行的专案工作进度，而并不是要求劳工应该要做完专案之后才可以离开。而法官在传唤的相关人证跟检视事证之后，认为劳工并没有确实完成交接工作，所以最后才会判定劳工确实应该要负部分的损害赔偿责任。总而言之基于劳资关系不对等的现实情况，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劳动法令都是以保障劳工权益为主，可是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必须遵守应尽的基本义务，劳资双方才可以在具有互信互利的情况之下，让企业能够顺利的运作，也可以让劳资关系更加的稳定。以上就是这部影片的内容啦，如果有任何想法，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提出讨论哦，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